北极成为俄罗斯与北约的新战场。过去1年，北约不断向北极方向前推，北欧国家集体升级军力，潜艇下水，基地开放，雷达上线，一步步压向俄罗斯最敏感的北方。与此同时，俄罗斯加紧北方舰队部署，战略核潜艇频繁出海，试图在北冰洋深处守住最后一道威慑底线。当双方的动作同时指向北极，北极局势会如何发展？北约又是如何封锁俄罗斯的？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媒体罕见的密集聚焦一个方向，不是顿巴斯，不是黑海，而是巴伦支海和整个北极航道。原因很简单，北约正在往北极方向完成一次结构性的战略收紧。在俄罗斯报道中，这被称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全面军事化，但在北约看来，这是一轮典型的防御性前推。过去几十年，北极一直被视为低冲突、低烈度、低存在感的地区，可现在情况正在发生根本变化。北约要在北极方向补上最后一块短板，而这块短板正好压在俄罗斯最敏感的地方，北方舰队和战略核潜艇的活动区域，问题也随之而来。北约国家具体做了什么，能让莫斯科如此紧张？先说挪威，挪威这几年干的事儿，一句话总结就是把海军从毫无存在感的部队直接升级成北约北极反潜的前哨。最关键的就是 212CD 型潜艇，这是非核柴电潜艇，在近海、狭水道和高纬度复杂声呐环境里，它比很多核潜艇还要难找。它还可以长时间低噪声的潜伏，紧贴潜艇、监听潜艇。这种潜艇可以悄悄潜到俄罗斯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可能出没的航道附近，之后不攻击、不暴露自己，就一路跟着，把你的声纹、航线一点点喂进北约数据库。一旦这些低噪柴电潜艇长期埋伏，并建立起情报数据库，俄罗斯战略核潜艇的隐蔽性将被显著削弱。接着看水面舰艇方面，挪威还要装备至少5艘26型护卫舰，核心不是吨位，而是系统。新型护卫舰若配备了垂直发射系统，配备垂发意味着这些护卫舰不仅能发射反舰导弹，还能发射战斧巡航导弹与反潜导弹，从而把近海发现快速转化为远程打击能力。一旦水下目标被锁定，空中平台还没到，水面舰就已经具备远程施压能力。再看芬兰，芬兰加入北约不是为了凑数，而是为了地方利益。芬兰和俄罗斯有1300多公里边界，这是天然的雷达、机场、预警阵地。只要往这条边界上一铺，整个西北方向的动静都会被提前看见。也正因为如此，芬兰选择和美国签署防务合作协议，开放基地、港口、机场，看起来是驻军问题，本质上是缩短反应时间。以前美军从挪威、英国起飞，现在可以直接从芬兰北部进入北极空域。实际上，2024年芬美防务协议列出约15个可用设施，涵盖机场、港口与训练场。这意味着美军能在短时间内把物资投送到北极，压缩俄舰出海的反应窗口。对于俄北方舰队来说，这意味着你刚出港就已经被盯上了。瑞典补的是最后一块拼图。与此同时，北约已在芬兰设立了负责北极空中行动的联合中心，名义上是提高情况感知能力，实质是强化了北约在北极的联动指挥能力。瑞典不靠陆军，也不靠大规模舰队，它补的是感知能力，鹰式战机、预警系统、防空雷达，把北欧上空织成一张低空到中高空无缝覆盖的网。你把瑞典、芬兰、挪威这3块拼起来看，就会发现北约正在北极搭建一套发现、跟踪、共享、施压的闭环。不是今天打你，而是随时知道你在哪儿，你在干什么，你还能不能安全回家。这对俄罗斯来说比导弹更难受，因为威慑一旦被看穿就没有丝毫作用。当北约把这张网织得越密，俄罗斯的战略核潜艇还能不能像过去那样安心地躲在北冰洋深处等命令？表面上看，俄罗斯也不是一无所有。自2024年以来，俄罗斯在北部进行了一系列部署调整，包括重建莫斯科与列宁格勒军区，在北极线部署 S-400 远程防空与铠甲舰防系统，并在摩尔曼斯克一带驻扎了第80独立摩旅，以增强前沿防护。同时，俄罗斯确实握有实打实的北极能力，北方舰队现以若干白蜡树潜艇用于执行北极任务，并且它拥有世界上最强的核动力破冰船队，包括亚马尔等双对核破冰船。这些平台既支援常态化巡航，也提供后勤保障与海域通行能力。但问题在于，现代战争从来不只看有没有，而是看能不能持续用。首先面临的问题是产能与工业。在长期制裁之下，俄罗斯军工体系正在承受明显的结构性压力，尤其是在舰载电子设备、声呐系统、精密传感器和高端芯片领域。这些东西不是多焊几块钢板、多开几条生产线就能补出来的。在北极部署的装备对低温、高湿、强磁、长期远航的要求极端苛刻，任何一个零部件出问题都不是返岗维修那么简单，而是整条任务链条被迫中断。在这些高可靠性、高维护门槛的领域，俄罗斯是最吃力的。其次就是后勤与服役率的问题，这里没有密集港口，没有成熟补给网络，每一次出航都意味着更长的航程、更高的损耗、更复杂的维护。
哪怕俄罗斯确实拥有庞大的破冰船队，但破冰船解决的问题有限，不可能涵盖一切。一旦进入高频率、高强度的军事化状态，北极方向对俄罗斯来说就是一个持续烧钱却很难见效的消耗口。接着就是情报与隐蔽性的问题，这恰恰是俄罗斯最不愿意正面承认的短板。北约这一轮布局真正的杀手锏并不在某一件武器上，而在于体系。卫星持续监视、反潜机高频巡逻、水下传感器网络、多国情报实时共享，这些东西叠加在一起，正在一点一点压缩俄罗斯潜艇悄无声息出海的空间。他们未必能立刻击沉你，但他们可以让你每一次出航都心里没底。最后一个风险也是俄罗斯最忌讳的，却又无法回避的，那就是技术外泄。现代化装备一旦在高强度对峙中发生事故，被迫弃置，甚至只是被长时间跟踪研究，损失的不只是某一艘舰艇，而是整个技术体系。被拆解、被理解、被针对。正因如此，你会发现一个反差：俄罗斯在北极方向嘴上说得很硬，姿态摆得很高，但真正的动作却异常谨慎。这并不是自信，而是心里清楚，这个方向一旦出错，代价他承受不起。如果这种高压对峙长期持续下去，北极会不会被推向下一个高风险摩擦点？从目前的态势看，最可能出现的并不是全面冲突，而是3种情况。第一种是长期监控与消耗，北约持续跟踪，或是俄罗斯投入更多资源，维持潜艇隐蔽性。这是一种看不见硝烟的消耗战。第二种是局部摩擦与高强度对峙，空中拦截，海上近距离接触频率上升，风险不在于故意开火，而在于误判。第三种就是政治与军事同步施压，军事存在配合经济、外交、技术限制，让俄罗斯在北极方向想动但动不起。从北约的角度看，这是一种成本最低、风险可控的策略。结论也就很清楚了，北约并不是要在北极打一场大战，而是要通过技术、盟友和体系优势，让俄罗斯意识到北极不再是你可以随意行动的安全区。你认为北极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真正的战略对峙前线？还是说所有力量最终都会在失控前被按下暂停键？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判断。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